為何瓜地馬拉咖啡有巧克力般的甜味？拯救國家的咖啡又是什麼意思？今天我們一起來解開它美味的秘密跟歷史真相。嗨，大家好，我是天使藍咖啡的咖啡師 Toyo。今天我們要一起認識瓜地馬拉咖啡。雖然我也沒有去過當地，但是我查了一些資料，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瓜地馬拉咖啡的歷史跟魅力。好，首先來看看瓜地馬拉到底在哪裡。它的正式名稱是瓜地馬拉共和國，位置在中美洲的北部，被墨西哥、貝利茲還有洪都拉斯跟薩爾瓦多夾在中間。因為它同時面臨加勒比海跟太平洋，所以在國際貿易上其實是個蠻佔優勢、相對好做生意的國家。首都的名稱叫做瓜地馬拉市，當地使用的官方語言是西班牙文。至於瓜地馬拉主要的出口產品，除了咖啡之外還有什麼呢？那就是糖跟香蕉，大約占了將近40%左右。如果再加上服飾等紡織產品的話，就占了總出口產品的50%了。另外，它的香蕉出口量可是擁有世界頂級的一面，在全球香蕉出口排名是第4名。以上大概就是它的基本介紹。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咖啡歷史的背後故事。瓜地馬拉的咖啡樹到底是怎麼來的呢？就像我之前的影片提過，原本咖啡的貿易是由也門獨占，後來歐洲的商人想盡辦法把咖啡樹帶出去，種在自己的殖民地，借此打破了也門的壟斷。瓜地馬拉的咖啡其實也就是這樣子的大時代背景下傳進來的。簡單來說，它在當地的發展可以分成3個非常具有劇情性的階段：官場用、產業結構改變以及國家計劃。第一階段是修道士引進並當作官場用的植物。時間回到1750年代，咖啡樹從馬提尼克島經過加勒比海與其他島嶼，最後被耶穌會的修道士帶進了瓜地馬拉的安第瓜地區。不過那個時候的咖啡樹就只是種在修道院花園裡面的純粹用來欣賞的植物而已，但當時並沒有把它當作大規模的農作物來對待。那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國家的重要產業呢？這就進入到第2階段，1850年代燃料產業沒落，以及德國移民帶來了商業化。當時瓜地馬拉最主要的賺錢來源是一種叫做點燃的藍色天然燃料，主要用來燃牛仔褲。但到了19世紀，歐洲發明了化學燃料，這對天然燃料產業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打擊。順帶一提，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日本浮世繪大師葛飾北吉的名畫《神奈川冲浪里》，那種非常漂亮鮮豔的藍色被稱為是柏林藍，其實也就是這種化學燃料。雖然看不到那個藍色，但是如果手上有1000日元，可以看到葛飾北吉的名畫《神奈川冲浪里》。因為全世界都在流行這種便宜又漂亮而且不容易掉色的化學燃料，天然的燃料價格會大跌，瓜地馬拉的整個產業就這樣子垮掉了。你想想看，國家最大的賺錢來源突然沒了，會讓國家破產的巨大危機。為了拯救國家的經濟，政府必須趕快找到下一個能賺錢的替代品。看着國內那些高海拔的火山地形，
他們決定了把希望全放在咖啡上。在政府的支持下，擁有了技術跟資金的德國移民來到了這裡，建立大型的咖啡專園。接着也就是第3階段，推動傾全國之力的國家計劃。1871年上任的巴利歐斯總統可以說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領導者，他把咖啡列為國家最重要的出口產品。他推動了土地改革，還蓋了鐵路跟港口。你們知道嗎？瓜地馬拉的地形充滿了高山跟峽谷，要把深山裡的咖啡豆運到太平洋沿岸的港口是非常困難。現在瓜地馬拉很多基礎建立的底子，其實當初就是為了運輸咖啡而建立的，這替咖啡大國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政府為了推廣，甚至免費發放了超過100萬株的咖啡樹苗。100萬株可不是個小數目，這完全是傾全國之力在做的事情。同時還讓種咖啡的農民可以免稅，用各種優惠政策大力鼓勵大家來種植。不過因為種植咖啡需要一整片廣大的土地，政府當時還強制收走了教會跟原住民的土地，用很便宜的價格分給願意種咖啡的地主。當然，引進德國技術也是非常關鍵的一步。德國人帶來了比較先進的水洗技術跟處理器器，這在當時是個大突破。水洗能讓咖啡的風味變得更乾淨，把瓜地馬拉咖啡獨特的果酸跟巧克力風味完美的呈現出來，一口氣將品質提升到世界頂尖的水準。最後還一段比較黑暗的過去，也就是強制要求勞動力，因為咖啡豆生長在山坡裡面，沒辦法用機器採收，必須要大量的人工收採。那些廣大的莊園光靠地主是絕對忙不過來的，於是政府甚至修改了法律，強制住在高地的原住民必須在收成季節離開家鄉，去咖啡莊園打工。也就是說，瓜地馬拉能有今天咖啡大國的美名，背後其實包含了許多原住民的血汗與犧牲。瓜地馬拉經歷了這一切的過程，從廣場用的植物遭遇國家破產的危機，到全國之力的推動，甚至伴隨着一些慎重的歷史，才終於淬煉出我們今天喝到的美味咖啡。了解這些深厚的背景之後，相信大家下一次喝瓜地馬拉咖啡的時候，在品嘗那股巧克力般的甜味時候，一定會有更不一樣的感受，對這一杯咖啡也會多了一份敬意。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瓜地馬拉的咖啡產區。瓜地馬拉境內擁有了30座火山，這些火山帶來了極高的海拔、穩定的降雨量，以及充滿礦物質的肥沃土壤。這對咖啡樹來說，簡直是最完美的生長環境。說到瓜地馬拉咖啡，絕對不能不提一個超強的組織，叫做阿納咖啡。它是1960年成立的瓜地馬拉全國咖啡協會。簡單來說，他們就是一群國家級的咖啡狂熱分子。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們親自下鄉教農民怎麼種出好咖啡，還徹底分析各地的土壤成分，從最根本的地方支撐起整個國家的咖啡品質。他們最大的貢獻就是做到產區品牌化。他們把複雜的地形與氣候研究得非常透徹，針對風味的特徵明確劃分出8大產區品牌。這就像是法國的葡萄酒一樣，一聽到波爾多或是勃艮第，就會浮現出特定的味道。
他們成功創造了地區專屬的品牌價值。這8大產區包含了阿迪特蘭、安地瓜、新東方、克班、法拉漢尼斯、威威特難國、聖馬克以及阿卡特南國。這當中比較常見的應該就是安地瓜跟威威特南國。為了維持這些品牌，他們還導入了嚴格的認證制度，只有符合條件的專員才能拿到正統安地瓜證明書，用來防止市面上出現的假貨。所以這對我們消費者來說非常方便。買豆子時，只要看到包裝上面寫着產區的名字，就代表它的品質有絕對的保證，不用擔心會踩到雷。那瓜地馬拉的咖啡為什麼會這麼好喝呢？這都要歸功於太平洋沿岸的活火山，火山土壤裡豐富的礦物質造就了它特有的甜味跟醇厚的口感。我們最常用來形容它的就是那種像巧克力般的甜味。接下來我們要來聊聊瓜地馬拉咖啡豆的分級方式。大家可能聽過，像是伊索比亞是用瑕疵豆的比例來分級，而肯亞是用豆子的大小來區分。但是瓜地馬拉的標準又不一樣，他們是要看種植的海拔高度來決定等級。為什麼要看山有多高呢？在瓜地馬拉種在海拔最高的地方的豆子被稱為 SHB， 英文是 Strictly Hard Bean， 也就是極硬豆的意思。具体来說，海拔在1350公尺以上的叫做 SHB， 往下還有 HB、SH 等等，总共分成7個等級。那為什麼豆子會變得特別硬呢？因為在海拔很高的地方，白天很溫暖，但是到了晚上卻非常寒冷。這種激烈的日夜溫差會讓咖啡果實為了抵抗寒冷而變得非常緊實，這樣一來，裡面的甜味跟水果般的酸味就會被緊緊濃縮在豆子裡面，所以才会被稱為硬豆。不過大家千萬不要誤會，以為等級低，也就是海拔低的豆子就不好了。其實並不是這樣，海拔比較低的地方，咖啡果實承受的環境壓力比較小，長出來的豆子底質比較柔軟，泡出来的味道也會比較溫和順口。也就是說，你可以選擇風味強烈、充滿爆發力的 SHB， 也可以選擇適合每天當水喝、溫和柔順的低海拔的豆子。而且低海拔的豆子價格通常比較親民。如果你追求的是用合理的價格買到品質不錯的日常用豆，這也是非常棒的高 CP 值選擇。這純粹是看你喜歡哪一種，用不同的選擇而已。總之，下次買咖啡豆的時候，只要看到包裝上面有寫 SHB 這3個英文字母，就可以聯想到這是一款生長在高海拔、風味被緊緊濃縮起來的極硬豆哦。接下來我們來聊聊瓜地馬拉國內目前咖啡廳的現況吧。大家可能會想，既然是生產優質咖啡豆的國家，那當地是不是到處都是便宜又好喝的精品咖啡廳呢？如果是在以前，答案是沒有，但是現在絕對是有，而且超級多。其實在不久之前，瓜地馬拉國內喝到的咖啡通常都是達不到出口的標準而被淘汰的瑕疵豆。為了掩蓋豆子的缺點，當地人會把它烘得超級深，然後加一堆糖，這是他們以前最常見的喝法。但是這個情況在2010年代中期發生了激烈的改變，改變的中心就在首都瓜地馬拉市的 Zone 4第4區。這裡原本是工業區，但現在老舊的紅磚倉庫全部都被改成非常時尚的咖啡廳跟藝術畫廊，變成是當地最前衛的文化發源地。目前光是在首都圈就有好幾百家精品咖啡廳。這不只是店變多了，現在很多咖啡專員的第2代或是第3代年輕人，他們自己去考了品質鑑定師或是烘豆師的證照，他們把自己的專員種出來的最頂級的豆子
直接放在自己的店裡賣給國內的消費者。這種從專員直接到咖啡杯的模式，在當地已經非常普遍了。他們帶着自己國家的國寶由我們自己來享受的強烈的自豪感，真的讓人很佩服。現在去產地，不但能喝到最棒的咖啡，還能體驗到最先進的萃取技術，連我都看得超級心動，真的很想親自去一趟。最後，我們來為今天的內容做個總結吧。回顧一下重點，瓜地馬拉是位在中美洲的國家，主要出口產品有咖啡、香蕉跟糖。咖啡是在1750年代由修道士引進，後來因為天然燃料產業受到重創，面臨危機，政府才推動了國家計劃，開始大量生產咖啡。再來，瓜地馬拉有個非常棒的組織阿納咖啡，他們透過科學分析，把產區的風味明確劃分出來，這讓我們在挑選咖啡豆的時候有個非常方便又安心的指標。而且他們的分級方式很特別，是看種植的海拔高度。大家要記得，不是越高就一定越好哦。高海拔的豆子風味濃縮，低海拔的豆子則是柔和順口，兩邊都有它的優點，純粹看個人喜好來選擇。另外，他們的國內咖啡文化也有很大轉變，從以前喝淘汰的瑕疵豆，到現在有許多專業的年輕人自己開咖啡廳，提供自家的最高頂級的咖啡豆子。現在的瓜地馬拉真的是個非常有魅力的咖啡產國。如果你還沒喝過瓜地馬拉的咖啡，請務必試試看。如果以前已經喝過了，下次也可以試着挑戰不同產區，比較看看有什麼不一樣的驚喜哦。影片最後想問問大家，在挑選咖啡的時候，你們比較喜歡巧克力般的甜味，還是水果般的酸味呢？歡迎在底下的留言區告訴我哦。感謝你看到最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記得按讚，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哦。天使藍咖啡有銷售自家烘焙的咖啡豆和濾掛包，想了解更多，歡迎點開下方說明欄的鏈接。謝謝。